一到夏天啊，房间热得像是蒸笼一样。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墙壁在偷偷吸热？不要害怕，我们今天要带您认识一款一涂就凉的神奇涂料，它可以把太阳热能反射掉超过90%，比起我们一般的涂料多出将近1倍的隔热效果。而且我们实测，它最高可以降温摄氏10度以上。像是便利商店啊、工厂或者是铁皮加盖的屋顶啊，只要涂上它，我们每个月的电费最高可以省下10%到15%。而且不只是隔热哦，它可以抗 UV、抗污，非常的耐用。我们屋顶啊，一涂超过15年都不是问题。不过这层涂料是怎么做到的呢？它又是怎么样成为建筑界的金钟罩铁布衫？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秘。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科技哪里去》科技报报，我是主持人刘芳慈。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专业嘉宾，好，是我们的工研院材化所机能树脂与涂料研究室经理汤伟珍经理。大家好，我是汤伟珍。经理好，你今天是涂料专家，你来要带我们介绍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一般说到涂料，我立刻想象得到就是像是油漆呀、防水或者是老屋翻修，我们才会用到的东西。但没有想到，原来涂料也可以化身为这个建筑专属的降温防护乳。对，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烤盘啊，那右边呢其实是有涂上我们工研院的隔热涂料。说这里对，白色部分。好，那左边呢，其实就是一般的铁板。好，那我们今天准备了小朋友最爱的棉花糖，是好放在烤盘上面呢，我们来试试看。好，我就铁板烧的概念了。对，我现在正在烧烤。对，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98.4度，这个是指就是现在一开始铁板的温度。没错。那我们这个表面的温度，右边是因为有涂了隔热涂料，所以表面温度会比较低。那左边就是原版现在所显示的100度左右，到摄氏100度了，这也太明显了吧？这个棉花糖烤熟了，对，已经融化了，我还有可以闻到一些浓浓的味道。我们今天明明是科技哪里去？对，不是料理东西去。对，这怎么差这么多啊？这个隔热涂料呢，把很多的热都可以反射掉，比较不会蓄热，所以它的温度比较低。是，对。那我们就拿出这个，好，红外线，这是一个红外线的这个感热枪，其实可以看到所有温度的变化。您刚才好像小叮当哦。OK。其实我们现在如果这样子去量测呢，我们可以发现有涂料的地方大概只有60出头度而已。哦，这边是摄氏60度对，左右。那如果说是没有涂料，就是我们现在所显示的将近100度的温度。哇，高下立见，等于是就是差了，等于是2倍。没错，其实一般我们如果说是，尤其是住铁皮屋的那种屋顶的话，我们自己实际上知道，大概晒太阳晒到正中午，可能可以到60到80度那个铁皮。所以如果隔绝掉超过60%的温度，刚刚我们也差不多嘛，好，40-50%。那其实你就可以室内就只剩下26度，你所舒适的温度。对，是舒适温度。而且我立刻可以想到的就是，我冷气不用开这么强啊，我超级省电费的。没错，没错。想要请教经理，它除了隔热之外，你刚才有说到它还可以抗污、抗 UV， 还有防水层，就好像我的化妆品一样，就是我上了底妆之后，我还有定妆喷雾，这是怎么办到的？对，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材料是结合在我们涂料里面。对，那刚刚我们其实用的是白色的涂料，对。那有些人可能会想，那白色的当然一定是会很隔热啊。对啊。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就放了2块黑色的涂料。那可以看到有一块是用工研院的材料去做的黑色涂料，那另外一块是一般的黑色涂料。那可以看到，其实用温度来看比较的话，可以看到其实2个可以相差到将近10度。对，也就是说你想象在太阳暴晒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差到10度以上。这个很明显的黑色的涂料，这个也是高下立见。对，因为我们用的科技其实是我们导入可以反射日光的材料在我们涂料里面。那如果说一般的涂料的话，它可能大部分的太阳光都会被它吸收。是，可是我们这一款涂料，它可以反射92%以上的日光。所以你看，日光剩下的8%才会被我们涂料吸收。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温差就可以显现非常明显。本身隔热呢，当然我们漂漂亮亮的时候，效果都很好。可是事实上在户外不会让你漂漂亮亮的，可能有很多的灰尘啊，
或者是常常下雨就把你的涂料给弄脏了啊。对，所以我们就考量到这2个外在天气的因素，还有可能我们还有一些紫外光也会把我们的涂料给破坏掉。所以很多民众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家刷了隔热漆，第1年很有感，可是第2年就没效果？那我们你是说上面只要一旦有灰尘，或是有脏东西，或者有紫外线，都会影响到它的效果？对，就是紫外线、灰尘或者是水渗透了，它都会。没办法呀，因为它就是曝晒在那啊，真的有办法解决。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就像做女生的保养品一样，那我们要做一个建筑的保养品，是，那它可能就需要很多功能，例如像灰尘，跟我们一般的涂料来比较的话，可以看到工研院的涂料经过很多的灰尘喷洒之后，其实它是非常的耐脏污的。对。没有涂料的话，就直接灰尘全部都在上面，所以就算我涂了多少市售的耐热涂料，没有办法，我可能过了半年之后还是超爆热。好，这个就不用怕了，我不用天天爬上屋顶去清灰尘。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有紫外光，还有下雨的问题啊。那我们把材料变成纳米化之后呢，把我们的纳米化的防水的材料涂在木板上。左边是我们没有经过纳米处理的，右边是经过纳米处理的。好，那我们可以把它试着去做，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对，真的差很多。这个就像我们说这个大自然像是荷叶一样，这个下雨下在荷叶上，你就看它像水珠一样，对，还可以滚动。但这个完全，尤其特别这是木板，感觉根本吸附在里面哦。整个木板我现在摸起来是非常的潮湿，对，但这边摸起来没有是干燥的。对，就是这个工研院的这层涂料，我上去之后，它还可以保护我建筑物外表的防水层。对，就像我的定妆房一样。对，哇，这样3大特性，除了这个隔热，然后另外当然隔热就节能了，抗污。对，那还有这个我有保护我的防水层，这样子。对，除了这3大特性之外，还有吗？当然，我们给了这么多特性，很多人就会想，会不会用了很毒的黑科技？对呀，不环保。对，那事实上我们这些所有都是会对空气有害或者对人体有害的，我们都会把它拿掉。那些化学成分我们都会把它拿掉。好，那我们可以完全符合绿建材标章，甚至是欧美他们很多对这种涂料的法规的要求。住进去舒服，这样子对施工的工人也是非常的友善。没错。而且刚才你还有讲到一个点，说我们一般都觉得涂料应该是白色，像我讲到涂料我就想到那就是油漆刷成白的，楼顶一定是一片白才能隔热。可是你说可以配合我们台湾建筑的美学的需求，也可以涂成黑的吗？对，不只是黑的，我们其实会给它各种颜色，所有的颜色我们都可以调出来。基本上只要我能想象到的，而且不管是什么颜色，它一样反射都是高达92这样子的功效。对，就它可以大概把大部分的热都给反射掉。我也听说，特别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现在有很多这个铁皮货柜工厂或货柜屋、储能屋等等，听说也特别适合使用这些涂料。为什么？没错，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发展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反而真正急迫需要降温的，是那些铁皮屋或者是货柜。那通常都要用冷冻货柜啊。那这些冷冻货柜如果在户外晒太阳的时候，它的冷气就很耗电。对，铁皮屋我们的经验，如果在正中午，可能可以到60到80度。那如果借由我们的涂料，涂个大概才2毫米左右，它可以隔掉大概30到40度。那另外可能有一些是民众比较不熟悉的，但是我们现在政府在推行绿能，所以我们其实需要把很多的电池装在货柜里面，有点像是一个这个储能的效果。对，但是其实电池是不可以太热的，所以它必须要吹大量的冷气让它降温。那所以我们现在做非常多的在这些储能柜还有冷冻货柜上面。如果有些人他是住在这个公寓中层呢，我们现在台湾也很多这个大厦，我假设17楼大楼，我住在5楼，我也想要用这个涂料，可以吗？当然，其实我们的涂料刚有说过，你涂在任何的地方一定都可以。住宅我们大概可以分3个类型就是一般的高楼大厦。其实高楼大厦可能因为你除了顶楼那一个人以外，剩下的人应该不会觉得我上面做隔热之后我能够降温很多。所以我们的南部，最热的南部，大部分人都是住透天的。对啊，然后住矮的建筑。对，所以其实4层楼以下的建筑一定都非常的有感觉，比3楼、4楼凉了很多。
电费省很多。那我们其实之前有更多的经验，就是便利超商，非常多的便利超商，它都是1层楼的，那可能上面又是搭个铁皮屋，对，那可是便利超商它必须不断的供应冷气，还有它的冰箱，对，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隔热就有非常大的需求。好，说到隔热效果，我们光是刚才看到数据可能还不够哦。我们今天节目组工作人员真的是实地出任务，我们大家顶着艳阳，挥汗如雨，就是要大家来看看这个涂料究竟在实测的效果有多厉害。好，现在看一下我们的就是涂料，我们的高日光反射隔热涂料是我们右手边这一个白色的涂装层，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热显像仪，它的温度大概是30度，然后左边是未涂装的传统的货柜，大概是42度，所以这样子其实我们光我们的隔热涂层就有12度的温差。我们现在手摸的话都是凉的，不会像是左边传统涂层是很热的。像我们现在一般的便利商店，它的冷气是24小时运转，然后我们这个涂料涂上去以后呢，它的热源不会进入，所以可以相较于其他的冷气费用可以节省。然后我们涂完这个涂料以后，大概有10到15% 的每个月的节电的用量。然后并且我们这个涂料呢，它是耐脏的，并且可以使我们的涂层比较耐候性比较好，也比较环保。哇，这真的不只是数字上科学的量，而是真的很有感，省荷包。我们可以降温，那该不会我也可以 keep 住保温吧？真的可以。确实，其实我们在开发涂料一开始，我们就定位自己我们是做热的管理。对，所以我们可以先想象，保温瓶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夹层有很多的空气，对不对？那因为空气就可以阻挡热的传导，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保温瓶就是这个原理。所以把空气留住。对，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涂料里面导入很多的空气，那它就可以进行保温了。我们要介绍一个很有趣的材料，其实叫做气凝胶。好，那这个气凝胶材料呢，其实它是全世界最轻的固体。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了。好，那我们既然说它是全世界最轻的固体，所以我们拿一般大家常常可以拿到的盐巴。好，那这个盐巴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秤上面，然后我们来看看到底跟我们的气凝胶有多大的重量差别。好，我们先把它归零。好，也就是放秤归零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同样装满气凝胶的罐子，它可以减少100多个公克，相较于盐巴，相较于装满盐巴的罐子，外观看起来无异，对，但实际上这样一小罐就差了100公克，对，所以它几乎99%都是空气，是，对，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要把很多空气放到涂料里面，它就可以保温了。对，伟珍，我刚刚这样立刻就想到，我们这个技术，这个黑科技真的是很厉害。其实我们全台湾真的好多老房子哦，光是屋龄超过30年以上的这种套梯厨啊，或是你刚才说的低矮建筑等等，非常的多。有高达1半以上，差不多是500万户。好，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其实有一个老宅延寿计划。我们房屋有了涂料之后，我们可能不用拆哦，我们只要修补就可以让它延长寿命。所以说，其实本来我们一开始我们有提过，我们的涂料在越低矮的建筑，像透天，可能它更有效果。所以我们也开始去思考，我们的涂料是不是可以变成是老宅延寿的其中一个必要元素。好，那这样未来我们当然就希望让很多人，其实他可以用一款涂料去达到让房子延寿，然后结构强化、防水，而且甚至还附加隔热、节能的功能。这个计划其实很好，真的很惠民，因为它最高可以补助65%以上的补助款。根据统计，我们这样的房子直接拆掉，跟我不拆，我涂这个涂料的话，其实竟然是差异是60%到70%的碳排放量，这么多哇，真的太谢谢今天经理带我们介绍这个工研院最新研发的涂料黑科技。好，只要这个涂上薄薄的一层啊，我可以挡阳光高达92%，好，我可以省我的荷包，因为我冷气不用开那么强，而且我还很安全，我还很环保，真的觉得它可以称之为隔热界的金钟罩铁布衫。
错。好，今天再次谢谢伟珍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涂料，好，谢谢你，请大家记得赶快继续在 YouTube 搜寻 eTree， 好，并且分享、留言、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拜拜，谢谢。